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这期视频是一期购物分享。上一次拍购物分享是3个月之前，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3个月之内我陆陆续续的买的一些东西。大家都知道我的购物分享就是种类是乱七八糟很杂的，什么东西都有。其实对我来说主要是跟大家定期的聊聊天，汇报一下，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购物的快乐。今天的东西也不是特别多，但是有2个算是比较大件的东西，就是价格比较高的，就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。OK， 那我们开始啦。我最近新整了一个发型，其实跟之前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，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剪了一点点刘海，就是等一下我整理一下，弄好之后差不多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其实不是特别明显，就是把旁边这2绺头发剪短了一点点，然后让它修饰一下脸型，区别不是特别大。怎么样，好不好看？首先第一个是一套睡衣，在这里是一套这种绿色的真丝睡衣，然后它是长袖长裤的，品牌是 Lily Silk， 他们是专门做真丝产品的一个品牌。我最近特别喜欢穿这种成套的睡衣睡裤，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真丝的面料。真丝其实是一种对皮肤很好的面料，穿在身上感觉是凉凉的，很丝滑，然后据说真丝还有给皮肤和头发保湿的效果。棉质的衣服它会比较干，然后它会吸收皮肤上的水分，但是丝绸的面料它表面比较光滑，所以不会吸收水分，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湿的效果。如果皮肤比较敏感，是那种容易过敏的体质的话，穿真丝的衣服也会有帮助。因为这个面料不吸收水分，所以它比较不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，所以我感觉真丝的东西是很适合娇嫩然后过敏体质的皮肤。然后我这套穿下来我觉得也很舒服，穿在身上丝丝滑滑的，它也是那种很有光泽的面料。然后清洗起来其实也比我想象的要方便很多，洗衣机也是可以洗的。洗的时候把衣服放进洗衣袋，然后就用比较温和的洗衣液和比较温和的清洗程序，就是不要让它在里面太过多的搅动翻动什么的，洗完之后就自然的晾干就可以了，没有我之前想象的那么麻烦。然后我其实还有同品牌的真丝枕套，我还没拆开，跟大家一起打开看一下。他们的盒子这个包装也还挺好看的，还挺适合送礼物的，我感觉。正好马上快要到那个 gifting season 了。这个枕套应该是一套灰色的真丝枕套，其实也很好，它是可以保护头发的，就是让头发不那么干燥。他们家的真丝产品就是很有光泽感，然后也都是天然的桑蚕丝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想尝试一下真丝的产品的话，我觉得从枕套开始还挺好的，就是它价格也不会特别高，然后你又可以感受到这个面料的一些优点。然后 Lily Silk 也是一个做真丝产品很专业的品牌，他们用的都是100%的天然材料，生产过程中剩下的一些边角料也会用来做成发圈、眼罩什么的，就是品牌理念也很环保。我会把产品信息、网站还有一个我的专属折扣码都放在视频下面的信息栏里面，大家如果对真丝产品想了解或者是想尝试的话，都可以去看一看。他们官网上有很多很全面的关于真丝这个面料的介绍，包括它有什么样的好处，然后是什么原理，然后日常生活怎么样护理和打理你的真丝产品，很多信息，然后也很专业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了解一下。下一个是一个大件的产品，是我新买的手机，之前在 vlog 里面有给大家开箱的，我终于买到了新手机，给大家看一看。我把这个壳脱下来给大家看看。其实在刚发布的时候我就有点想买，但是当时犹豫了一下，是要去签那个合约机还是要单独买，结果稍微犹豫了一下就没买到，然后后来就一直断货，所以一直在等。给大家看，我买的是 iPhone 14 Pro Max， 然后是银色的。内存我买的是最大的1T 的内存，本来我在512和1T 之间在犹豫，然后朋友跟我说你都花2000多块了，不差那几百，你的手机就可以容量翻倍，所以我就买了最大的容量。我换手机换的不算特别勤，就是不是每年都会去换新的。我上一台手机是 iPhone 11，也用了好几年才换新的，然后这次我就换了容量最大的，这也是我第一次用大屏幕的手机，之前我都没有买过 Max 或者是 Plus， 我手其实很小，然后操作大手机我感觉不是很方便，但这一次我想尝试一下大的屏幕，因为平常拍照片很多，然后有很多工作是在手机上进行的，看图片呀、视频什么的会更清楚一点。然后我那天去拿的时候，给它配的这个粉色的苹果的硅胶壳，手感很好，然后这个粉色也很嫩，然后它这个粉色跟这个封面上的字体其实还挺搭的，有一种很和谐的感觉。
到今天其实我才用了几天的时间，我觉得从小屏幕换到大屏幕是不太需要适应时间的，我大概用了2-3天就已经习惯这个大小了。然后我现在再拿我的旧手机，反而觉得太小，有点不太习惯，所以目前适应的还不错。唯一就是它确实会稍微重一点，然后放在口袋里面的话会长一点。除此之外，用起来还是很爽的。拍视频的功能也很好用，有时候出门没带相机，我也可以用手机稍微录一点点 vlog 的素材，所以还不错。这台手机用的还是很喜欢的。OK， 这就是我换的新手机。数码类的产品其实我不太会介绍，大家如果对 iPhone 14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是有什么想知道的，都可以留言问我。然后应该是上个月的时候，新买了2双鞋子，给大家看。第一个是我新买的这双马丁靴，这样子的。其实一直都想买一双靴子，然后那天跟天哥去湖南逛街的时候看到了，然后就正好在店里面试了一下，就买了一双。我买的这双叫做1460 Pascal 这个型号，然后它是比较磨砂、比较蒙面的那种，就不是那种很亮的皮，然后是荔枝皮的，就是我拿近一点，大家应该能看到这个鞋子的纹理，不太有光泽感，然后比较软的荔枝皮。这一款我还挺喜欢的，因为它穿起来相对比较舒服。当时在店里面的时候，我就试了几个不同的经典款，然后其中有一双是跟这个型号基本上是差不多，但是它是那种亮面的比较硬挺的皮，那个当时我穿在脚上，就是试鞋子的那大概3-5分钟的时候，就已经觉得里面很磨脚了，所以我就没有敢买那一双，买的这一双整体就会软很多，然后包括这个脚踝这个地方都是很软的，然后下面的形状也是好看的。其实如果单看外表的话，我会比较喜欢亮面的那一双，因为亮面的要比这个看起来更帅气、更酷一点。但是我觉得那双可能真的没有办法穿出门。我在店里面试鞋试了5分钟，然后在店里溜达了一圈，就马上已经开始痛了，所以我最后还是屈服买了这一双。这双还不错，穿下来确实不太磨脚。我每次穿这双鞋，我就会穿大概到这个位置的长一点的袜子，然后把脚踝这边都包裹住，就基本上没有磨脚的问题。我穿出门走路大概1下午的时间也都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这一双其实也不算特别厚，在新加坡夏天的天气其实也可以穿，应该是我买的第1双靴子，我觉得还挺满意的，至少不会因为它磨脚而不敢去穿它。最近我很喜欢用马丁靴来搭配那种比较女性化、比较女孩子的衣服，像一些比如说白色的小裙子，它本身是比较女性化、比较温柔的风格，然后搭配一个马丁靴就可以减弱它那种特别女性化的感觉，整体的效果就是比较可爱，但是又有一点酷的那种打扮，也是我自己穿起来比较舒服的风格。所以这双靴子我觉得还不错，算是很好入手的第1双比较入门款的靴子。大家如果害怕靴子会磨脚的话，就去试一下这种荔枝皮的。然后也是上个月还买了一双新的鞋子，是一双这个 Birkenstock 的这个拖鞋。最近出门去那个装修的工地，经常穿这个，所以它有点脏了已经。这个鞋其实也是被很多人诟病的会磨脚的鞋，然后我买的这一双也是属于不磨脚的。我发现我现在买鞋子都是还是以舒服为主。它之所以不磨脚，是因为它是个软底版本的，就是它下面这个鞋底跟经典款是不一样的。怎么去分辨呢？这个鞋下面这个地方脚踩的地方不是有字吗？它这个字如果是个蓝色字体，就代表它是一个软底的鞋；如果是黑色字体，它就是那种常规的硬底款，那个就会比较容易磨脚。这一双我穿下来1-2个月还没有任何磨脚的情况，然后穿着也很舒服，很跟脚，很适合搭配夏天的衣服，就是很百搭，基本上穿什么都能搭它，然后穿脱也很方便，基本上1秒钟就完事儿。所以这双鞋在新加坡真的很多人穿，随便出门去街上到处都是，确实是好穿，然后又好搭配的一双鞋。只要买到的是这个软底的版本，就不太会有磨脚的问题，所以也是很成功的一双鞋。OK， 说完了鞋，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我最近买的一个配饰，也是我最近几年买的第一个比较贵的一个单品，是我新买的一块手表，给你们看，很好看，是卡地亚的一块手表，叫做 Tank Mas 长方形的表盘，然后我买的是这个金属表带的，整个都是银色的金属的，然后我买的这个大小应该是中号。我觉得中号算是比较适合我的一个尺寸，它还有一个大号就有点太大了，然后小号的话我感觉看不太清楚，所以我就买的中号。戴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戴在手上就是这样子的，这样的感觉，这是一块非常符合我的审美的手表。
我觉得真的很好看。我也不太研究手表，也没有去研究别的款式，就是看到这一块觉得它很好看，天哥就给我买的，当做结婚纪念的礼物送给我的。我准备先戴一戴这个，然后过段时间还可以去给它配一个别的表带，还有一个黑色的皮表带，我觉得配这个表盘也很好看。我把它带着拍吧。OK， 然后下一个是我算是补货新买的一个这个 Bobbi Brown 的一个东西，它是一个类似面霜的那种妆前打底。我之前买了一瓶很小的，就是一个小样，然后那个小样快用完了，所以我就马上买了一罐新的来囤货。这个真的很好用，我是每次化妆之前就是护肤，然后涂完防晒之后会用这个，然后用完它之后就可以上粉底液。它的质感其实跟面霜比较像，是那种固态的没有流动性的膏状，然后我每次取一点点涂开，它可以让脸上的毛孔和粉刺都变得比较平滑平整。用完它之后再上粉底就会很服帖很服帖，然后会比较润，就感觉所有的粉底液都会跟皮肤贴得更好一点，很保湿，然后涂在脸上肤感也很好，就像一个比较滋润的面霜，但是又不会有很油腻的感觉，然后又可以让你后续的粉底液和妆的效果变得更好，所以我很喜欢用这个打底。我旧的那一瓶小的还差一点还没用完，我就马上把这个大的先续上了。它其实用的还挺慢的，这个是50毫升是大瓶的，我那个小的应该只有10多毫升，也用了很久很久才用完，所以也很经用，推荐给皮肤比较干燥的人，就是上妆容易卡粉的那种就很适合。然后下一个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应该没怎么分享过的品类，就是文具。我最近买了好多好多的笔，给大家看，这都是我上个月新买的一些彩笔。有一天晚上吃完饭，然后跟天哥出去散步，在商场里面看到 Popular， 我就进去逛了一下，然后看到他们卖笔的地方就是整整齐齐的摆着那种5颜6色的笔，哇，就感觉非常的舒服。然后我也买了一大堆笔，这2套都是这个好像少一个，应该是夹在我的那个书里面了。这2套都是那种高光笔，就是 highlighter， 这个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吧，就是斑马的这个 mild liner， 应该是打亮笔里面最有名，然后最多人买的一个系列。我买的这个是它出的一套新的颜色，有5个颜色，然后我每个都试过了，我觉得都很好看。它都是属于那种颜色不太冲，饱和度比较低，然后画在纸上看着就是眼睛会觉得很舒服的颜色。你们看它这个笔头应该就能看出来，这样子的5个颜色，然后都很适合用来标记书啊、笔记什么的。它这个笔是有2头，一边比较粗，可以用来画记，然后另外一边是细的。细的这一头你可以用它简单的写字或者是画画，描一些什么线条都可以。这个笔还挺好用的，就是2头加起来可以画出很多不同的东西。这几个颜色我觉得也很好看，所以我就买了一套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，这个是我第一次接触，是我的助理妹妹给我推荐的，她是00后，就是现在年轻的还在读书的小朋友用的笔。这个是 Pilot 百乐这个品牌的，然后它也是那种高光的画记笔。这一套有6个颜色，然后它的特点是什么？它是可以擦除的。它的笔杆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有个这个笔帽，尾巴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擦子，就是一个橡皮擦。你在纸上画过之后，稍微等一会儿，等它干了，就可以用后面这个擦子给它擦掉，而且它是真的完全擦掉，就擦得很干净的那种。我记得我以前初高中的时候也试过那种能擦的笔，但是那个是把那个纸磨掉一层的那种擦除，这个是真的可以把那个笔记擦掉。当时是我在我助理妹妹的文具盒里面看到的，然后她给我用，我觉得很神奇，所以我就去买了一套。这个系列叫做这个 Friction。除了这种高光笔，他们还有其他的，就是一整套的可擦系列，就是有什么中性笔呀、水彩笔呀什么的，都是可以擦掉的，所以我觉得很神奇，然后也很好用。如果你跟我年纪差不多，可能已经很多年没有买过笔了，你现在再回去文具店里面逛一逛，就会发现很多很新奇的小东西，然后他们各种笔呀、文具什么的也都做得很好。逛文具店还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我记得我以前读高中的时候，就特别喜欢逛学校门口的文具店，每天中午晚上放学都去逛文具店，然后买一些乱七八糟的小东西，简单便宜的小快乐。我这还有一些笔，也是另外一个系列的那种中性笔，这个系列，它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按压的中性笔，这样子。我主要是觉得它这个笔杆设计的特别好看，
全身都是白色的。这个 clip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彩色的塑料片，就代表你这个笔是什么颜色。然后下面这边也裹了一层白色的硅胶，就是你手拿着的地方也是有硅胶的，不是一个塑料杆。我就觉得这个笔设计的很好看，尤其是这一块像那个有点像回形针一样的这个设计，很漂亮。然后我就买了这些，用新的好看的笔去写日程、写规划什么的，也会很快乐，快乐好几天呢可以。然后下一个是我新买的明年的手账本，它叫做 PAL 手账本，意思叫做 Plan and Log， 就是计划，然后追踪。这套本子是一个我看了很多年的手账文具博主，叫不是闷，是他跟品牌应该是联名合作，然后自己设计自己排版的一套本子。然后他就是按照自己的使用习惯去设计了一种新的手账的排版，我觉得还挺不错的。我有看他发的一些就是怎么样使用这个手账本的一些视频，我感觉还挺适合我的，就是基本上不需要你花太多的心思在排版上面，你就跟着他给的这个模板来做规划，还挺有意思的。我觉得它这个大小也刚刚好，就是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。我现在用的本子应该是它的一半大，就是我觉得有点太小了，写的时候不是很舒服。然后这个是2023年明年的手账本，所以我现在还不能开始用，收到已经一段时间了，就一直在抽屉里面放着，有点手痒，打算明年就用这个手账本。然后最近买了2本新的黑胶唱片，也给大家看一下。因为有版权，所以在视频里面不太能放，但是我还是给大家看一下，分享一下。然后我可以挑出里面几首我比较喜欢的歌，放在那个字幕上面，大家可以去搜那个歌来听。这一本我很喜欢，是一个法国的电音歌手，他的歌给我感觉就是很空灵，描述不出来，大家可以去听一听试试看。整体来说是比较安静的那种，适合一个人的时候听。这里面我很喜欢的一首歌，我不知道这个字怎么读，我先查一下。So, how exactly do we pronounce this word? Lang lang. 反正我每次都读的是一浪一浪，很好听，很好听。应该是这本专辑里面我第一喜欢的就是这个一浪一浪。然后另外一首也很好听的叫这个 10 Years Ago， 这2首都不错，很好听，大家可以去搜来听听看。然后这个碟本身其实就应该就是一个普通的黑色的黑胶，这样子的。然后另外一本是这个 Harry Styles 的这本专辑叫做 Harry's House， 我很喜欢他这个专辑的封面的设计，是一个倒过来的房间的样子，它这个吊灯在地上，然后沙发在天上，整体的色调颜色也很喜欢。然后里面的歌我也很喜欢，这一首叫做 Late Night Talking， 大家可以去听听试试看。属于算是比较轻快一点的歌，然后比较适合白天下午，比如说泡咖啡或者是在客厅里面不太忙的时候听的歌，比较轻快然后活泼的旋律还不错，听它的时候心情会比较亮堂比较明亮的那种歌。我总是忘记给你们看里面那个碟，只记得说那个歌。它的碟里面是这样子的，然后这边好像是有一个歌词，这边是歌词，然后这边就是黑胶，这张是一个黄胶，黄色的，透明黄色的，很漂亮，这样子的，有一点点透光的这种黄色。这张专辑我觉得整体就是从头到尾听下来都还不错，看它这个彩胶做的配色其实也很好看，蓝色配黄色，是不是也很漂亮？这就是我最近入手的2张黑胶。给大家推荐一包咖啡豆吧，这是我在新加坡本地的一家咖啡店买的，这家叫做 Apartment Coffee，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咖啡店，他们家只有咖啡，然后他们家手冲特别好喝。我买的这一包是他们自己烘的豆子，这上面有我写的字，有点丑。泡咖啡的时候记得那个 grind， 就是我的研磨度，我一般都会写在那个咖啡袋子的包装上面。是这个肯尼亚的这个，我是先在店里面喝过2次这个豆子，觉得都很好喝，然后我就买了一包回去试一下，自己在家泡也不错，是一个比较浅烘的手冲豆，我觉得很适合做冰手冲，大家在家如果喜欢喝手冲的话可以试试看。然后我最近在淘宝上买的 M2M 的几个手冲豆也很好喝，大家如果最近双11买淘宝的话，也可以顺便买一点那个豆子，但它那个豆子不能放太久，最好是空运一下比较好。OK，
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所有东西都说完了，其实更多的还是想跟大家聊聊天，然后分享一下近况什么的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子的形式，可以给我留言告诉我。OK，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结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